你知道现在从中国打笔钱到美国要多少天吗？平均就要2-3天，手续费还得找个几百块钱。这个时候币圈的人发话了，只要能够用上稳定币来汇款支付，几分钟就能够到账，而且呢还全球通用，顺便呢平常还能薅点理财利息。那什么是稳定币呢？OK， 今天呢，我们就来通俗又深刻的讲一讲稳定币到底是什么。作为最有希望融入现实世界的加密货币，它对于普通人来说到底有什么用啊？它跟数字人民币、支付宝余额，甚至是说 Q 币，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赶紧一键3连 mark 住！视频下方置顶评论，还可以免费领取 KK 准备的加密货币入门资料包。那今天的车，我们就赶紧发车吧！稳定币说白了就是法定货币在区块链上发行的一一对应价值的代币，可以理解为是法定货币的影射。稳定币可以是美元稳定币，也可以是欧元稳定币，还可以是港元稳定币。那这里就有几个问题喽。第一，区块链是什么呀？不明白的朋友们可以先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网络世界，就像互联网一样，谁都可以用，谁都可以查。第二，那这个币是谁发行的呢？猫狗都能发吗？没错是取得牌照的私营机构都可以发哦。他们需要以1:1的法币资产储备规则进行发行。资产储备呢，需要是现金、活期存款、短期国债这一类很容易变现的资产才可以。比方说 KK 的事务所决定发行稳定币了，那假如我想发行100元价值的稳定币，那这个时候我就必须保证我的小金库里，因为这个事情抵押进去了对等价值的，也就是100元价值的现金、活期存款或者是短期国债。有很多朋友呢就在问，那这个稳定币跟我们央行前阵子发行的数字人民币，或者是说支付宝余额，甚至是 Q 币，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你别说这个区别呢还挺大的。老实说，它们其实根本都不是一回事儿。首先呢，稳定币和支付宝余额、数字人民币这3个呢高级一点，它们确实是可以真金白银去花的，而且呢，它们还可以反向折回成现金。至少我去711的时候，可没有人跟我说可以用 Q 币来买水啊。再来，虽然稳定币、数字人民币和支付宝的余额，它们这3个都能拿来花，但是呢，能花的范围不一样。支付宝能花的范围是我们种花家以及种花家以外支持了支付宝的地方，而数字人民币呢也是同样的道理。但是呢，这个稳定币能花的范围就大了去了，它在全球范围都能花。这底层原因呢，还是因为像支付宝数字人民币和稳定币它们之间的发行的底层技术不一样。支付宝余额和数字人民币，它们呢是基于中心化的网络，比方说阿里或者是央行的系统来进行发行的。外来区域如果想要用上数字人民币的话，那还得要去接入央行的系统，相对来说呢比较麻烦。但是呢，稳定币它是基于区块链技术来进行发行的，这里呢才是一个真正无人管控的匿名的网络世界。你想用呢，也不需要去接入。有想要具体了解区块链细节的朋友们，可以收看 KK 的这一期视频哦。所以呢，用下面这张比对图来看，这几个东西呢，它确实不是一回事儿。稳定币呢，是由持牌的私营机构按1:1的抵押规则进行发行的，是一种全球通用的加密货币。那这个世界为什么需要稳定币的存在呢？一键3连，我们来接着说。对于普通人来说，稳定币呢主要有3个作用。第一个，在现实世界的角度，稳定币最大的贡献就是让跨境支付变得更快了，手续费呢减免了一大沓。可以举个例子比方说现在你要在中国的招行里给住在美国的 KK 的花旗银行里打钱，按目前来说呢，你的这笔钱从招行开始，最后落到我的花旗银行，按目前来说，你需要走 SWIFT 的系统。你可以把这个系统理解为是一个支持全球银行转账的清算系统。那首先呢，这笔钱会从你的招商银行汇出，先转到招行在美国的代理银行，
然后呢再从这个代理银行转到花旗银行的 KK 账户里。一般呢这个过程要持续个2-3天。那手续费呢，因为银行多嘛，那得凿个几百块钱。所以的话呢，如果是特别着急用钱的情况，基本上黄花菜都凉了。但如果用稳定币来进行支付呢，在区块链上转账一笔美元稳定币，几分钟就到账了，手续费呢只用几块钱。区块链上你的钱只要一上车，几分钟就飞到了地球的另外一边。这个对于跨境支付的场景来说，不香吗？第二个，在币圈的角度，稳定币可以规避加密货币交易时的价格波动，让炒币呢变得更加的灵活。因为加密货币的价格波动通常比较大，而且呢，用户买卖加密货币的过程也得花点时间，所以呢，你当前下单的加密货币的价格，它肯定会跟5分钟后的不一样嘛。那这个呢，就直接导致你拿到的加密货币的数量会因为价格的变动而发生磨损。那为了避免这种加密货币波动带来的交易磨损呢，就可以通过交易稳定币来进行保值。也就是先买稳定币，等你后续呢想要去交易其他的加密货币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你的稳定币去进行现货交易。第三个，还是在币圈的角度，你持有了稳定币，其实呢就相当于持有了活钱，所以呢你也就可以用这笔资产去进行保值，或者是进行理财。币圈大部分的平台呢，基本都支持稳定币放贷，年化的收益率也能够做到5%到10%以上。另外呢，还有个情况在全球也比较猎奇哈，像是阿根廷呀、土耳其啊这一类通胀特别严重的国家，他们本国的货币呢就贬值的特别快，快到什么程度呢？KK 之前了解到他们当地的银行的存款利率，你们猜有好多？55%呀！我当时完全一整个 shock， 我还以为我发错数据了。所以呢，在他们国家，就基本大部分的人都会拿着他们本国的货币，比方说像是阿根廷比索，去买美元的稳定币来进行保值。那稳定币除了对普通人有用以外，发行方他们有什么动机去发行稳定币呢？没错，商人的本质就那一个嘛，赚钱呗。第一个，赚利息。用户买了稳定币，发行方呢就可以用对应的用户资金进行资产储备，可以用来活期存款，或者是来买短期国债赚取利息。以 USDT 的发行方泰达公司来说，别看美国国债和活期存款的利率不高，但胜在人家规模大。泰达公司一个季度就能够通过利息的收益赚到16亿美元呐！你以为它是苍蝇肉，其实人家你有病。第二个，手续费的分成。用户呢在链上交易稳定币时是会被收取链上的手续费的。那这个手续费呢，通常会由链的发行方和稳定币的发行方一起去分成。在币圈呢，稳定币的链上划转的规模相较于其他的主流币来说是最大的，所以呢，这块蛋糕也很香啊。除了能赚钱，发行方对于用户的稳定币活动也会拥有链上的干预权。他们呢可以冻结指定链上钱包的稳定币，或者呢禁止这些稳定币进行链上划转。像打仗啊，或者是到了需要制裁其他国家的时候，那这一招呢就可以让制裁的方案变得更加的周全，配合国家来执行制裁。比方说像 Circle 这种稳定币的发行公司，就在2022年配合美国对俄罗斯的一些实体和个人实行了制裁。OK， 那既然这个稳定币这么牛杯，那国家之间是怎么看待这个稳定币的呢？以美元稳定币来说，它的规模越来越大，也就意味着背后的美元资产在越来越大。一个国家它去允许稳定币的发行，实际上呢确实是会巩固本国货币的世界地位的。毕竟直接就是对应法币的存款、现金或者是国债的增长。但因为区块链世界的匿名性，像是洗钱呀、黑市交易这一类的违法活动也是很容易发生的。所以呢，我们目前所处的历史阶段，针对加密货币来说，全球呢都在推行加密货币的合规。像美国、欧洲、香港等等这些，他们都在出台立法关于稳定币的合规监管，像是天才法案、稳定币条例这些词儿，大家应该最近都在新闻上看到过。网上呢也有专家建议，希望中国可以允许离岸人民币稳定币的发行。
那预知后市如何，对加密货币的未来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一键3连关注 KK， 咱们后续呢来填坑细讲。今天就到这儿啦，拜拜，拜。